现在听到的是5月22号一名乘客发表在小红书上的一段录音。前一天，也就是5月21号，这名乘客乘坐国泰航班从成都飞往香港，在飞机上他坐在了最后一排。大家都知道啊，最后一排后面是两个卫生间，两个卫生间的后面是客舱服务间。飞机上的空乘们在提供客舱服务的间隙就会待在这个客舱服务间里，他们要么在这里工作，要么在这里休息，有时候也会在这里头聊天。这名乘客坐在最后一排的时候啊，他就听到了国泰航班的空乘人员在客舱服务间里的聊天内容。这个聊天的内容主要是用英语聊的，中间也夹杂着一些粤语。但是由于这名乘客啊在香港已经生活了11年，所以他恰好能够全部听懂这些内容。据他自己在帖子里讲啊，这些内容他听到之后啊，非常难过，也非常伤心，甚至也非常愤怒。这个内容呢，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些客舱的空乘人员呢，在用英语啊，在讥讽、嘲笑，甚至抱怨这些说普通话的乘客。当时有一个老人呢，找这个空乘要毛毯，但是他不太会用英语讲毛毯这个词，就把毛毯讲成了地毯。于是这个空乘啊就在笑话他，你看，明明是毛毯说成了地毯，那地毯是在地上的。然后另外一个空乘呢就在那说，他说既然不会说毛毯这个词，就不配得到这个服务。然后呢，这空乘们说完之后就哈哈大笑。说句心里话，平时我们在飞机上看到空乘们那些满面春光的笑容的时候啊，肯定会让人觉得特别温暖。但是在这段录音中，你听到这些空乘们的笑声啊，你会觉得分外的刺耳。第二件事情，他就讲他旁边有一个小姐姐啊，这个不太会填入境卡，因为从成都进入香港也算出境嘛，到香港也要填这个入境卡的。他不会填呢，他就用不太熟练的英语问这些空乘人员，结果这个空乘人员也非常之不耐烦。第3件事儿就是飞机刚刚起飞的时候啊，有一个老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上厕所。当然，这个行为本身是违反飞行中间的安全规定的，因为飞机上都要求啊，这飞机进入到平飞状态之后，你才能去上厕所。但这老人显然是不太懂啊，于是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上厕所了。这时候空乘呢，就用那个语音提醒，用英语提醒老人说不行，你不能这么去。但是老人因为听不懂嘛，可能还是继续去了啊。这个空乘把这个话筒放下之后，就用粤语说了一句，说这些人怎么听不懂人话啊？大概就是这3个方面的内容。这个人写完这个帖子之后啊，他在下面讲，他说我不太理解啊，就是这些空乘人员为什么对说普通话的乘客有这么大的恶意啊？在整个2个半小时的航段里啊，他的心无时无刻不在伤心，无时无刻不在难过，无时无刻不在愤怒。下飞机的时候啊，他就跟那个乘务长讲了，他说他要投诉这些客舱的服务人员。22号晚上的时候，他就在小红书上发了这个帖子。发了这个帖子1-2个小时之后啊，国泰航空公司就发了一个声明，说啊，对这名乘客在飞行过程中间不愉快的经历啊，感到非常抱歉。然后呢，他们也就会调查一个官样文章。第2天呢，这件事情就开始酿成了一个舆论事件，有大量的这个其他的人呢，纷纷开始抱怨国泰航班。很多人都在讲了他们乘坐国泰航班过程中间不愉快的经历，比如说有人就讲在值机过程中看你是说普通话的就刁难你，有的人就说就是明明拿着一个阴性证明，结果当时也上不去飞机。还有人就讲在飞机上他吃不饱，他想再要一份餐食，结果呢他用普通话来说的时候呢就不给。但是呢，你看旁边有一个法国的小伙子用英语说，马上就给了。然后呢，他要跟另外一个其他外籍的乘务员说，人家就给了。总而言之啊，在国泰航班上面，你说普通话就是被歧视。这样的类似的例子，在5月23号的时候，全国各大平台的网站上，从知乎到微博到小红书到抖音，很多人都在控诉这个国泰航班的服务质量。那么国泰航空公司这一天就坐不住了，这一天中午就打电话联系上了这个乘客。这个乘客在中午发了一个帖子，说他们呢，表示啊，就是要进一步调查这件事情，而且集团也在开会。然后他也说了一下啊，他会根据这件事情的后续进展继续发帖子。
这一天的下午呢，国泰航空公司就发了第二个声明，说啊，这3名空乘啊要停止工作，然后要进一步的调查，后续的处理结果在3天之内要给大家公布，要给个说法。但是这一天的下午啊，中国的媒体也都纷纷在跟进呢，包括新华社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那意思就是说，你歧视这些说普通话的乘客，那你想想你怎么能做得好服务呢？那人民日报的海外版有一个叫他们的那个账号叫侠客岛，他写了一篇文章，那说的就更厉害了。那说国泰航空公司啊是由一家外国人开办的这个航空公司，而且它现在还有英资母公司啊，是有英资的影子，所以你看到了吗？他歧视这些说普通话的中国人。那意思不是说你是在歧视这些说普通话的人，你是歧视所有的中国人，而且你这种所谓的歧视是因为你们是一家英资企业所导致的。这事情就慢慢有点闹大了啊。那么当天晚上，这国泰公司又发了第3份声明，说啊，这3名空姐啊，我们全部解聘了。对这件事情呢，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抱歉啊。到5月24号的时候，那香港的这个市委书记李家超是吧，也专门出来接受采访说这件事情我感到非常痛心呐。这些不敬的言行，伤害了香港和内地同胞的感情，破坏了香港一贯的尊重、有礼、共荣的文化和价值观。虽然涉事的3名机组人员已经被解雇，但类似情况不容再发生。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啊，大致就是如此啊，也不复杂啊。接下来我讲一讲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首先啊，就是国泰航空公司这个空乘的行为啊，它算不算一种歧视呢？我认为显然是算。那有人都说啊，这是一种语言歧视，因为他们说着英语，觉得英语比较高贵，而说普通话呢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土，比较低贱啊。但我个人认为，这个事情的本质啊，不是一种语言歧视，而是语言歧视背后蕴藏的一种身份歧视。如果你要是跟香港人打过交道啊，你会感觉到啊，香港人骨子里有一种潜意识的感觉，就是香港人就是比内地人呢要优越，要洋气，要更文明。那么这种意识是哪来的呢？我个人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啊。一个是香港上个世纪60、70年代之后啊，它经济起飞，所以呢，经济上跟内地比起来啊，确确实实是要高很多。内地人当时都想办法偷渡到香港去嘛，偷渡到香港之后，立刻呢，整个人生就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另外一个方面呢，上个世纪60、70年代之后，香港的影视剧啊、流行歌曲啊，对内地的影响也非常之大。你想想，那么当时的香港那些影星，大陆人呐，基本上都是耳熟能详，然后呢，还经常上中国的春晚，所以他们觉得香港就是在整个大中国这个区域里头啊，就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文化上和经济上都是比内地要高很多的，遥遥领先的，所以自然就有一种优越感嘛。更重要的，他也认为香港的制度也是文明的。因为英国人带来的这一套文官体系也比较清廉，也是一个相对来讲的法治社会嘛。而大陆这边呢，你想想，专制社会，没有人权等等吧，这些因素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香港人身上的优越感。当然，可能骨子里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啊，在我看来就是殖民地文化，因为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嘛。那么这种殖民地文化的人会形成这样一种心理，就是离这个殖民者越近的内容啊，就越高贵。而越远的就越低贱。你想想，英语是什么？英语就是那殖民者使用的语言，所以呢，英语就高贵。这英语高贵不是因为英语本身高贵，是因为英语是殖民者使用的。它在香港，它是主人，它是统治者。而这个本港人使用的粤语呢，就相对好一点，因为毕竟是离这个殖民者更近的。你普通话为什么低贱呢？是因为你普通话离殖民者最远，你是外来的，你是乡下的。所以啊，我个人觉得这里头最重要的其实并不是语言，而是语言背后所蕴藏的这一种潜意识的地域和文化之间的差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国泰航空公司啊，很快就把这3名空姐给解雇了。但是这个解雇能不能解决问题呢？我觉得取决于一个因素，就是
这种现象在国泰航空公司里啊，是个别的一线员工的这个个人行为，还是说这是公司内部的一个普遍的价值观？如果是公司内部的一个普遍的价值观，你单纯解雇3名空乘人员不解决问题。那么，其实对这个问题啊，我是有疑问的。你比如说啊，从成都到香港的航段就是一个，这个基本上是个国内航段。那么这里的乘客99%的都是中国人，都是说普通话的乘客。那你国泰航空公司，你在客舱里的服务却全都用英语，那你是几个意思啊？按道理来讲，你不是应该用普通话提供服务吗？虽然说你国泰航空公司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国际化的航班啊，但是一个国际化的航空公司，人家在中国国内航段的时候，人还有意配那些能够说普通话的空乘呢。那我做的多了，那全日空的呀，包括那法航的，他们在国内段的时候，人家专门配这个能说普通话的空乘人员，就是怕这些乘客听不懂。但是国泰呢，你从香港到成都之间完全是国内段，然后基本上99%的人都是讲普通话的，你却不配能听懂普通话的空乘人员。那在我看来，你其实本质上内心你就是不尊重这些说普通话的乘客。你公司的文化就如此。Also have the pork with XO sauce and rice, and at the end there, I don't know if you can see, tomato and cheese fettuccine. I like to tell people. Carpet on the floor. Blanket. 毛毯得咯。You cannot say blanket in English. You cannot have it. True. 另外一方面，我听那段录音的时候，我有个感受，在整个这个谈话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空乘人员认为他们聊天的那些内容啊有一丝丝不妥当，而且那么大声音，坐在后面的一排的人打开手机都能录下来，听到的声音还比较清晰，那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根本不在意，他们对这些内容他早已习以为常了。那么一旦要是公司形成了这种文化啊，那你想想，你就解雇几个空姐有用吗？而且这里我还说一个细节啊，就在5月23号下午的时候，有一个人以这个国泰航空公司空乘的名义发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就辱骂这个发帖的人，说我代表这个空乘啊，问候你们家18代祖宗。因为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是国泰航空公司的，还不一定是中国人，凭什么必须得会说普通话啊？我们说不会说普通话有什么不对吗？现在你们还说要解雇国内这个航段的空乘人员，那你这种以客户利益为核心的这样一种理念，我们做不到。后来这个发帖的这个乘客就回他说我在整个投诉的帖子里啊，我根本没有提及你们不会说普通话的问题，我全程都说的是你们服务不好的问题，你们根本没有给他们提供本该他们得到的服务的问题。后来这个号也被注销了，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内容啊，我觉得它真的大概率就是这个国泰航空公司内部的空乘。但是你想想，这个内部的空乘在面对内部调查的时候啊，竟然发这样的帖子，那简直不可理喻啊！而且还骂这个乘客啊。那在我看来，就是国泰航空公司，它可不是一般的一线人员的个别行为。这家公司啊，面对内地乘客说普通话的乘客的时候，它的价值观整体出了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解雇个别的空乘人员不解决问题啊！哎呦嘿，我一看小丫头片子，还有2副面孔呢哈！看到姐这儿，姐怎么收拾你？一会儿过来了，走到我这儿来了，上下瞄了我一眼，说什么？我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我说的 ，Sorry, I don't understand。我问你喝什么？我说 Sorry, I don't understand。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Coffee, tea, or Coca-Cola? 我瞄了他一眼，成点儿。其实中国媒体有一点批评我不太赞同，说这家国泰航空公司啊，它母公司啊，就是这个英资的嘛，又是一个外国人创办的这个航空公司，那话里话外就说你这就是殖民地的影子，然后呢，你才瞧不起中国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有点无限上纲了。
现在的国泰航空公司，它大股东的确是太古啊，太古呢就是一家英国的航空公司嘛。但是你别忘了，国泰航空公司的二股东是中国的国航啊，中国国航是在国泰航空公司里的董事会里是有席位的，而太古航空公司啊，现在在国泰航空公司里头其实只是一个财务投资者，人也并不干预它日常的运转。现在的国泰航空公司啊，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公众公司，也就是说，它并没有一个实际控制的公司管理控制它这家企业。所以啊，这个国泰的问题就是国泰的问题，不要扯什么英国啊、殖民地呀、它上面的那些资本控制啊，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扯到这儿就没意思了。第4点，他们那个所谓的空乘啊，在那个帖子里头讲到，他说这个举报人呢录音偷录啊是非常可耻的，而且据说他们内部也在讲要制止这个顾客的偷偷录音问题啊。我个人认为啊，这件事情不算偷偷录音，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他其实这个乘客是坐在了自己这一排的位置上录的音，是这些空姐们呢本身自己在那里头讲话的声音特别大，根本不在意顾客的感受，然后这个声音传出来了，人家在那录的，那怎么算偷录呢？如果他把手机放在那些空乘的那个屁股旁边，他们说话悄悄咪咪的，他给录下来，我觉得算偷录。但是人家就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打开手机就录下来了，你能算是偷录吗？这第一点。第2点，我觉得这里还涉及到一个公共价值的问题。如果这个空乘啊，他们自己做的行为非常败坏，有违整个行业的伦理啊和职业服务的规范，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时候即便偷录啊，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你还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国内有一个网友，他就是在那个5星级酒店里头啊，他装那个偷录的摄像头，他录什么呢？他录那些服务人员、保洁人员在他们那个5星级酒店里头怎么打扫房间，最后发现擦完马桶的那个抹布啊，又去擦那个洗手池、洗脸池啊，擦浴缸啊，完全没有区别啊。最后这个录像放出来之后啊，舆论大哗。那么当然有人也会质疑说，你看到了吗？你这不是偷录吗？但是也要知道啊，偷录过程中间，如果他追求的是公共价值，我认为他其实也可以免责。你想想，你空姐你做的这些行为，是不是对整个顾客的冒犯？是不是违反整个航空业的这个服务的标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这个乘客即便是偷录，其实也有正当性。所以啊，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这个偷录本身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最后一点啊，有人就讲啊，其实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关系啊，一开始并不这样。97年刚刚回归的时候，还有过一段蜜月期，那时候香港非常欢迎大陆人到香港去旅游、购物，也包括乘坐航空公司。我就是那个时候啊，第一次乘坐的国泰航空公司去的香港。我记得当时香港回归之后第几年呀，我记不清了啊，我就去香港去过元旦。当时坐国泰航空公司的时候，在飞机上那个客舱服务说了一段英文，他说阁下，欢迎阁下来乘坐国泰航空公司。我当时心里还一动，就说阁下这个词啊，我们内地早就不用了，我们内地都叫同志，是吧？他把我们叫阁下。阁下这个词是民国时期中文的敬语，但是你看到了吗？这些词虽然大陆不用了，还散落在大陆之外的中文使用的这些区域啊，所以我当时心里头还挺感动的。那么后来啊，就是由于香港跟内地之间啊，这个摩擦越来越多啊，就主要是比如说大陆要在香港实行更完整的一国两制啊，然后香港又不愿意，然后最后发起了这个反送中运动，再后来就国安法在香港开始推行实施，所以香港跟内地之间的政治对立啊，这些年啊就此起彼伏，然后导致很多香港人都离开了香港。那即便没有离开香港的人啊，他们留在香港跟内地之间的敌意啊也越来越深，这一点我不否认啊。现在你跟香港人打交道，你都能感觉到他对来自于内地的人这样一种不信任，甚至说不喜欢。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不能成为他在服务业过程中间区别对待、降低服务质量的理由。因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内地人，我并不代表中国政府，而且我是以一个乘客的名义去乘坐国泰航空公司的。
那你国泰航空公司的这些员工，你何以有理由把你们对中国政府的不满发泄到我们普通的内地人身上呢？我觉得没有这个理由，这么做一定是错的。我这里还想举一个例子啊，我自己现在生活在日本，日本曾经搞过民调啊，就大概有将近90%的人不喜欢中国人，也是因为中日之间这些年啊纷纷扰扰的各种事情啊。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呢，在日本接受服务的时候，你很难感觉到日本人他在服务的过程中间给你区别对待，有没有呢？个别的时候也有，但大多数情况下，其实他是一视同仁的。他自己内心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啊，但是在服务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就在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在网上发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讲述的就是他的一个中国朋友呢，有一天去赶全日空的这个机场，结果路上出了一点事儿，结果到机场的时候就晚了。他到了机场之后呢，那飞机马上就起飞了，结果之后发生的事情啊，令他特别的触动。空姐拎着他的箱子，就开始一路在他前面带着他跑。整个过程跑了差不多有1公里呀。在路上，他还提醒那个乘客，你可以走电梯，还可以快一点。大丈夫です。他们一路就跑到了这个登机口之后啊，把这个箱子递给了这个乘客。空姐还跟他说，阿里亚多，就是谢谢你。所谓敬业啊，所谓职业啊，其实是面对自己的，而是不是面对客户的。如果你面对客户不同，而且选择不同的服务方式，那你就不是敬业。哪怕你提供的服务再好，而敬业真正的是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管这个乘客啊你喜欢不喜欢是什么人，你都用同一个标准，同样一个服务的要求去要求自己。我也希望啊，国泰航空公司啊，经过这件事情啊，真的能够改变自己的企业文化，改变对普通话乘客的这种内心的歧视。只有这样啊，才有可能它成为世界一流的航空服务公司。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